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之前我们在陕西的帝王陵看到了很多唐朝遗留下来的石马、石人、石鸟等等，以及呢，在那些石窟里面可以看到唐朝遗留下来的石佛像，比较典型的是卢舍那大佛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石窟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唐代的石刻建筑。有没有唐朝木构建筑保存下来的呢？还真的有啊！按照现在考证，唐朝留下来的完整木构建筑呢，全国有3座，都在山西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山西五台山这里看一座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，比较完整啊，被称之为中国第一国宝，中华第一国宝。现在我们就准备去里面看一看佛光寺，它这里的门票是40块钱。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偏僻的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1961年应该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大佛光寺，站在这里，大家是不是感觉这边挺安静的？由于这个地方离五台山景区有点距离嘛，从而说来这边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，主要是一些对古建感兴趣的人，他才会来这里。这一座寺庙叫做佛光寺，可能很多人非常熟悉啊。在这座寺庙里面有一座唐代遗留下来的木构建筑，保存的非常完整，到现在差不多1200来年，是上个世纪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妻子林徽因先生一起发现的。在他们发现这一座唐代建筑之前，我们国家被日本人说成没有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。当时很多学者，包括梁思成和林徽因，他们不信这个邪，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最终呢，发现在山西五台山这里呢，有一座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，打破了日本人的那一个说法。在这座寺庙里面，不光有唐代的建筑，还有金代的、明代的等等。在山西这片土地上面，古建太多了。像现在发现唐代保留下来的木构建筑都在山西，那么唐代之后历朝历代的建筑在山西保存下来的就更多了。我们现在来说一组数据。我们经常说明清时期的建筑呢是比较常见，在明清之前的呢保存下来，由于时间比较久是比较难得的。那么从唐朝到元代木质结构山西的比例我们来说一下。唐代的是3座，全部是在山西。5代呢，全国共有5座，4座是在山西。宋代的全国是47座，山西34座，那算起来是占了 72.34%。辽代的建筑全国8座，山西占了5座。那么金代的全国是138座，山西占了120，达到了 86.95%。元代的建筑全国的427座，山西呢是354座。那么从唐代到元代，总共这些遗留下来的木构建筑，全国是628，山西呢是占了518，总的来讲是占了 82.48%。当然这个数据呢会实时更新，如果有错误的话，大家可以指出来，谢谢。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山西的文物太多了。我们经常说地上文物看山西，这句话呀名不虚传。言归正传，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一座佛光寺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现在看这里呢，整体不是太大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个寺庙里面现在没有僧尼，从而说可能就没有上香，我们都是来参观的。这游客不算太多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它离我们说的五台山景区有点距离。另外一点呢，它这里不上香，可能来这里许愿的就比较少，大部分可能是对这里面的古建感兴趣才会来看一下。我们走到这个里面，可以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大树，基本上把这些殿宇啊、房屋都挡住了。不要小看这个树木啊，这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仔细说一下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树木呢挡住了后面那个大殿。按照资料记载，佛光寺呢是始建于北魏时期，到现在差不多1400年的历史。其实不光这座寺庙，在全国很多知名古老的寺庙啊，它基本上都始建于北魏时期，
因为在那个时代呀，佛教比较兴盛，不光是皇帝、王公大臣，到下面的老百姓啊，都比较信奉佛教。那个时候呢，佛教是比较兴盛，从而导致全国到处有寺庙。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的《江南春》里面就描述了南朝484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南朝就是魏晋南北朝的那个南方政权，指的就是当时的南朝政权呢比较好佛，在京城呢大建佛寺。佛教在那个时候应该说是达到了鼎盛，不过出现了一个皇帝，他灭佛，就是周武帝灭佛。这样的时候呢，导致佛教就有一段时间衰落了。后面经过隋朝以及到唐朝开始呢，佛教呢又开始兴盛。这主要是由于皇帝也开始信奉佛教了。你像唐高宗李治、武则天呢，都比较信奉佛教。特别是武则天，她把自己比作是弥勒佛的转世化身，这是为了稳固她的统治需要。你像法门寺那个地宫里面有很多佛教圣物，像武则天穿过的裙子也在里面。在这种大环境下面，佛光寺呢已经成为五台山的著名寺庙。在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石基绘制的五台山壁画中，就已经有佛光寺了。当时呢，在寺内有建3层9间的大的殿宇，高9尺5丈。佛光寺呢一度盛极五台。到了唐朝中后期，这佛教应该是达到鼎盛。那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事情，皇帝灭佛。因为当时皇帝觉得这个佛教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他的统治嘛，从而在全国大面积灭佛，导致呢很多寺庙被破坏。这个佛光寺呢也不例外。当时那个皇帝叫唐武宗，也是算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嘛。不过呢，他也是英年早逝，好像是30多岁。这个皇帝包括之前灭佛的那个皇帝都是英年早逝，不知道是冥冥中凑巧呢，还是其他原因。那么唐武宗去世之后，唐宣宗继位，就是李成。他这个人呢，被称之为小太宗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把灭佛的政策取消了，那佛教呢重新发展，这个佛光寺呢又重新开始修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唐代建筑，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修建的，大概是公元857年修建的，到现在已经有1100多年的历史，将近1200年了。所以说这个寺庙其实还是比较古老的，现在我们看起来没有多大，这主要是由于经过时间的变迁，这个寺庙已经衰落了。刚才我们说的可以称得上是这一座佛光寺的前世今生。我们继续来里面走一走。现在我们看的这座殿宇呢，是明朝晚期、崇祯时期以及清朝康熙早期修建的。明清的建筑我们就不用特别的介绍了，去看一看金朝以及唐朝的。在这个中间看到一个金床，这个是公元877年建造的，上面有很多文字，记载了年代、姓名、谁建造的，历史非常悠久了。这个金床当年留下了一幅经典的照片，就是林徽因先生爬梯子在这个金床上面观看研究，包括后面那个大殿，他也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。当时他梯子就是靠在这个上面，人是蹲坐在梯子上面的。在上个世纪20-30年代，日本人呢就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战乱，唐代的木构建筑已经没有了，不可能有了。他们说要想看唐代的木构建筑呢，你们就得去日本的东京、奈良这些地方看。那当时我们国家的很多学者嘛就比较伤心，他们不相信，于是呢就前赴后继的去考证、去探索到底有没有唐代的建筑。那么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2个人呢，他们都是在做保护文物古建的一种工作，去到了敦煌莫高窟在其中一个窟里面看到壁画，上面描绘了佛光寺。因为那个壁画呢是大概5代时期，就可以证明这个壁画上面那个佛光寺肯定是唐朝乃至更早建造的。于是呢，他们夫妻就决定来
山西五台山这里探索。他们先是坐火车，可能到山西太原，后面坐汽车、坐马车、坐牛车、徒步，最终来到这个地方。一开始他们来到这里呢，傻眼了，因为那个时候这一块呢已经很破败了。他们感觉这里不像是资料里面写的佛光寺。不过呢，当他们走进这个地方，就发现大开眼界啊，令他们吃惊。因为他首先看到这个经幢上面有文字，一眼就能够看出来，仔细阅读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时期的，是唐代的。就首先确定了这个寺庙应该是唐代时期就已经存在这里了。另外呢，他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建筑，你像我们前方看到这个建筑非常大呀，一眼望去呢，他们就知道这个肯定也是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估计呢也有上千年。他们就开始考证这个到底是什么时期。这种建筑呢是叫做文殊殿，在公元1137年重建的，坐北向南，面阔7间，进深4间。它是一座配殿，也是全国等级最高的配殿。为什么称之为等级最高的配殿呢？主要是它的建筑手法比较特殊。这一座殿宇，它的梁架使用了粗长的木材，两架之间呢用斜木支撑，构成类似人字驼架，增加了宽度，减少了立柱，加大了殿内空间。这种方式呢叫做减柱造，也是中国古代一种比较特殊的建筑方式。在殿宇的中间呢是有文殊菩萨的像，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文殊7柱像，里面呢还有500罗汉的彩绘。这栋建筑和里面的塑像、壁画肯定也是国宝级的文物了。看完了文殊殿，我们就去看一看今天来的最终目的地——唐代的木构建筑。它是要从这边走上去，在最顶部也是在一个台基上面。在这里感觉是看不出来的吧，因为全部被树挡住了。本身它这座建筑呢是在一个台子上面的，我们要走很陡的台阶上去才行。在下面呢都是窑洞结构布局，当然也是经过一些修缮的。那么我猜想，在很早以前，这里是不是那些僧人休息的地方？窑洞的话，在黄土高原是非常常见的了。一过来，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垂直的那个楼梯啊、台阶？估计有70-80度。已经看到这座雄伟的大殿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大呀？这个也是中国那种等级最高的建筑形式——五殿顶，面阔7间，规模是非常大的。我们一眼望去也确实是非常壮观。一开始我们说这座大殿呢，是我们现在仅存唐代木构建筑的3个之一。我刚才看了资料，是4座之一啊，就是现在有4座都在山西。这一座呢是保存最完整，也是规模最大，也是等级最高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，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中国第一国宝。站在远处看一下这座大殿，是不是非常宏伟？我们一眼望去啊，感觉这座大殿非常低调，因为它是单色的，没有施彩绘。这个跟明清时期的那种建筑不一样。我们平时可能看到明清的一些建筑会弄得花里胡哨，或者外面呢弄得很艳丽，而这一座大殿呢，它整体的颜色都比较单调，就像我们说的原木色一样的。它是用了土红涂刷，这样呢看起来就比较古朴。当然涂的那些东西肯定是为了防腐了。这座大殿总的面积大概是677平方米。大殿的建筑方式、建筑手法，我们就不过多的介绍，因为对这些我本身也不太懂。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这个斗拱，因为来到这里呢，这一座大殿，这个斗拱是非常精美的。斗拱是中国建筑特有的一种结构，在立柱顶、额坊或者架构间，从坊上加的一层层探出呈弓形的
承重结构叫做拱，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，合称斗拱。斗拱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最早的实例是战国时期中山国出土的，应该是在河北。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斗拱可能就是起到承重的作用。比方说，一个房子建起来，它如果屋檐突出30公分，那么重量呢可能刚好承受得住。你如果要突出1米到2米，那么一定要有支撑，要不然屋檐就直接会塌出来。那么这个斗拱呢，就相当于承重起来了，使得屋檐的那个重量直接转化到柱子上去了。这可能是通俗一点的讲法。现在我就站在屋檐下面，从这个柱子到外面大概是2.5米的距离。那么上面的斗拱相当于就是把屋檐往外延伸了2.5米以上。如果没有那个斗拱承重，那么屋檐的话最多可能就能突出一点点。这就是斗拱的作用。我对这些建筑方式、建筑手法不太熟悉，只能说是根据一些资料自己去理解。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，大家可以说一下。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，像这种斗拱方式，如果是建筑学者，他一看就知道是唐代的风格。因为唐、宋、元、明清，包括金辽，它每个时代建筑方式是不一样的。特别说斗拱，北宋和唐就有明显的区别。上面的这一块佛光真龙禅寺不是唐代的，好像是明朝的。在当时，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他们来到这里，看到这种建筑风格，基本上是确定为唐代的。不过呢，这个时候你一定得有文字去佐证，不能光说我看就觉得是，一定得有实实在在的记录。这个时候呢，林徽因先生呢发挥了他远视眼的作用，他看到一个横梁上面写了几个字：佛殿祖上东，宋贡女弟子宁公寓。这几个字呢，刚好与殿前经传上面刻字是相符合、相印证的，明确了其建造年代。就是这一块做了标记的地方，女弟子佛殿宁公寓，在上面明确的写了唐大中11年，也就是公元857年修建的。这样就能够确定这座大殿呢是唐代时期的建筑，唐代重新修建的建筑。现在我们去大殿里面看一看有什么。走到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佛像，应该是释迦牟尼和弥勒佛，有明显的唐代风格。从唐代保留下来的这些塑像很难得吧？这个跟石刻是两回事啊，感觉就跟是建造了没多久一样，保护的是真的挺好的。在两边呢是有500罗汉像，为明朝宣德时期打造的，现在仅剩下261尊了。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2位先生确定为唐代的木构建筑，一个呢是根据我们刚才外面那个经幢看到的文字，还有呢是梁上的文字，他们都爬到这个梁上去看了，最终才确定下来。那么他是从哪里上去的呢？他们不是从里面，因为那一块上不去，而是整个大殿的后面上去的。我们来这边看一下，就是在这一块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里呢有一个孔，当时他们就是从这里爬上去，用那个楼梯啊，整个上面离下面大概是5-6米的距离，其实挺惊险的，没有楼梯是爬不上去的。正是因为他爬到这个横梁上面了，才发现那个文字，最终呢确定了年代。在这个大殿的前面呢，有2棵古树，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大家来到这里，看到这2棵大树，感觉呢，它完全挡住了这座大殿的雄伟气势。那其实，在当年，在3个世纪，正是因为有了这2棵树，才可以说使得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他们夫妇呢，最后发现了这座气势恢宏的唐朝
大殿。这座大殿我们都知道是1937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发现的。其实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已经有日本人来过这里，并且呢拍下来照片。不过呢他是拍的里面的塑像。在上个世纪早期，日本人说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唐代的木构建筑。当时很多学者不相信，一直都在寻找。有一个日本僧人呢，他参观了我们国家很多寺庙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来到了这个佛光寺。他一来呀，就看到这些塑像非常美，感觉很有年代感。于是呢，他就拍了一些塑像的照片。大殿的整体照片他没有拍，因为他对这个建筑没有太大兴趣。回去之后呢，他这个照片被2个日本学者发现了，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塑像是有点像唐代风格。那么当时呢，他们不知道这个大殿是不是唐代风格的，因为那个日本僧人没有拍照。由于日本离这个五台山很远，他们2个日本学者呢就没有过来，委托了太原的一家照相馆，希望他能够拍一下佛光寺的照片。那个照相馆呢就派了摄影师来，不知道那个摄影师是懒呢，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，他就站在老远拍了一张佛光寺的照片。我们刚才说了嘛，整个佛光寺是笼罩在树木当中，被几棵大树挡住了。特别是这座大殿前面呢，就有2棵非常大的树木。摄影师拍的这个照片呢，到了日本之后，那2个学者一看，感觉这个寺庙很破，应该是不会有唐代的建筑。于是呢，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后面到了1937年，梁思成夫妇包括另外2个人来到了佛光寺，最终发现了这个唐代的木构建筑。发表之后呢，震惊世界。那个日本人呢，可能后悔死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五台山看这座佛光寺，看这座唐代的建筑，感觉比较简单，开车过来就行。当时梁思成夫妇他们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啊，特别是林徽因先生，他是千金大小姐出身，从小呢又受到良好的教育。在上个世纪那种年代，他和梁思成先生基本可以说是走遍了全国。那个时候没有很好的交通工具，经常是坐马车、坐牛车、骑马走路等等。那么全国很多的文物古迹、古建筑都是被他们发现的。经常去一个地方都要待很长一段时间。我估计当时他们在佛光寺可能也待了10天半个月。向他致敬，向这些前辈致敬，也向所有保护了这些古建筑的人们致敬。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，让我们见识到了唐王朝建筑的特色、建筑的风采。那佛光寺和这个唐代建筑，我们就看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